UFO 的出现让人们对太空世界好奇不已。一些偶遇外星人的亲历者的描述，给人们心中外星人的形象涂抹了更加浓厚的神秘色彩。外星人绑架地球人是真有其事吗？还是人们为了利益编造出来的故事？美国不明飞行物研究中心 Center of UFO Studies， 又称海尼克不明飞行物研究中心，由UFO服学专家约瑟夫·艾伦·海尼克创立于1973年。该研究中心曾公布一份材料，近10年来有2000多万地球人声称自己曾经被外星人绑架过，他们或被外星人吸走、移位、操纵时间或失去记忆。第一个广为人知的希尔夫妇外星人绑架事件，这个事件是发生在1961年9月19日，是第一起广为人知的外星人绑架事件。这对夫妇，丈夫名叫巴尼希尔，妻子叫贝迪希尔。巴尼希尔是美国邮政员工，妻子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也是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一名领袖。有一天，他们从加拿大尼亚加拉瀑布度假回来，当时是1961年9月19日晚上。回家路上大约10点15分，天空中月亮附近突然出现一道亮光。丈夫巴尼先注意到这个现象，起初以为是一颗星星，但随后希尔夫妇发现那颗星星在移动。巴尼试图让自己认为那只不过是人造卫星或飞机，可是这个物体外观不像那些已知物体。于是他们停下车，用双筒望远镜观察该不明飞行物一阵子。之后他们将车子开到南边一条运送木材专用的道路上。那个不明飞行物逐渐显得巨大，并不时向西移动再返回。巴尼再一次停下车，用望远镜观察。此时他看到该不明飞行物是碟状，从上面可以看出有一排排窗户，甚至还能看到窗前的人影。巴尼赶紧躲回车内，并迅速开车撤离。巴尼对此情景感到非常害怕。之后开车路上，希尔夫妇再也没有看到不明发光物体，可是总是听到不明的嗡嗡声。不久，两夫妻昏了过去。等他们清醒，已经过了2个小时。希尔夫妇到家时，发现巴尼鞋子出现不明破损，妻子的裙子也有经过撕扯的痕迹，车子也出现难以解释的痕迹。21日，希尔夫妇把此事报告给附近的空军基地。此时，希尔夫妇也听附近的邻居说，20日该空军基地雷达也探测到不明飞行物。1963年12月14日，希尔夫妇前往拜访波士顿著名精神病医师本杰明·西蒙。西蒙对希尔夫妇进行催眠，两夫妻在过程中回忆起自己那2小时内被外星人绑架到飞船上。回忆里出现类似罗斯威尔事件中的小黑人，同样是有类似人类的手，但眼睛很大，鼻子和嘴巴比人类小。接着，这些外星人对他们做了不知名的身体检查。然而，其中之一的外星人向贝迪展示了一幅星图，此星图包含其所在星球的信息。在催眠状态下，贝迪画出了这幅星图。经过催眠治疗后，希尔夫妇的精神状态也逐渐恢复，二人的经历也通过各种途径为大众所知。之后2年，也就是1968年，有一位业余天文学家知道了希尔夫妇的经历后，对那份星图产生了兴趣。他在1969年比对新版的格里泽镜星星表，发现这幅星图是39光年之外的王虎座星。虽然这是第一起广为人知的外星人绑架事件，然而有些不明飞行物爱好者发现，在希尔夫妇进行催眠治疗的前几天，电视在播放外星界限的外星人科幻电视剧，而那个业余天文学家爱好者也是做了一定的改正后，才把贝迪画的星图和实际天体连接起来。那些声称自己被外星人绑架过的人称为经历者，他们的经历都几乎相似。有些人声称他们被强制性进行医疗检查，包括生殖器官；有些则是被外星人警告人类使用核武器与破坏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后果。这些经历者的经历都是真的吗？外星人真的存在吗？霍金认为，可观测宇宙如此之大，地球之外没有生命是不可取的。仅仅银河系就有3000亿颗恒星，而银河系只是宇宙中1000亿个星系的其中一个。据估计，至少有1/10类似太阳的恒星具有的行星系统。换言之，可观测宇宙中有行星系统的恒星是这个数字。即使我们假设每10亿颗恒星只有1颗支持生命存在的行星系统，那也有
62.5亿个行星系统存在于我们可观测宇宙内。2009年发射的开普勒宇宙太空实验室发现银河系可能有多达10亿个和地球大小相近的行星，以合适的距离围绕着同太阳大小的恒星运转，而可能外星生命存在的形式是微生物或者没有智慧的生物，所以至今人类也还没有发现到外星人。宇宙是无边无际的，很难想象地球人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有人批评科学家们以地球生物为蓝本的先入为主的观点，阻碍了外星生命的探索。卡尔萨根在1973年提出了探沙文主义，认为这些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限制了我们对于外星生命可能性的想象。例如，宜居带之外有可能通过地热等方式维持地底生物圈。这说明生物组成必备的6大元素碳、氧、氢、氮、硫、磷可能不是必须的。除了碳基生命之外，有人认为外星生命也可以以硅基、硫基、氨基等生命的形态存在。